例如那时的南京路上有一大排哈同洋行的新屋建成，无人问津，空置了23年之久，期间只开了一家粤菜馆，叫做新雅酒楼，在当时可说是第一流的粤菜馆，不仅地方宽大，而且菜好茶亮，厨房的设施清洁异常，顾客可以随时入内参观。但是从民国24年1935年到26年1937年那一段时期，新雅酒楼生意很清淡，积欠租金2年，业主哈同洋行一再通知他欠租可以从缓付给，但切不可结束业务。可见那时节空屋有人来租，业主是很迁就的。813战事一起，不过3天时间，整条慈安里住得满坑满谷，我就觉得这个地方只宜于做诊所，不宜兼做住家。我就想到法租界亨利路、金新乐路、永利坊，马路清幽，房屋华丽，空着无人过问，就到永利坊租了一座3层楼的新住宅，房租为150元。那时永利坊还有空屋200多间，因为房租太贵，空置已达2年，一般居民都望而止步，而外来的逃难客也对之不敢问津。谁知道战事一紧张，不过20天的时间，全部租了出去。老牌电影《皇后蝴蝶》由虹口北四川路余庆里投入租界，就住在我的贴邻，可见得那时房屋的紧张程度已达巅峰。从前上海人互相询问，总是问你家是2上2下呢，还是3上3下呢？有一天我遇到姜抗虎逃难到上海，他是一个野心勃勃的人物，留美回国后组织党团，各方面都排挤他，于是成为一个穷教授。我问他住的楼宇是什么形式，他说因为一时租不到相当的房屋，只租到一个6上6下的旧楼。我就觉得奇怪，何以他一家要住这么大的屋子？看到我有些诧异的神情，他就解释说，我说的6上6下不是6上6下的6字，实在是落上落下的落字。原来他住的是楼与楼之间搭的一个阁楼，一天总要落上落下好几次，上海话的6字与落字同音。后来人口越来越多，凡是有余屋可租的都租了出去，包租的人大发其财，所以后来有一出滑稽戏叫做72家房客，就是形容当时房屋与住客的严重挤迫情形。战争挫败，租界繁荣，从前上海建造房屋2、3层楼的屋宇，自申请到批准，需要经过公务局和救火会的审核，但时间是极短的，有办法的人只要1个星期便可获得执照。这时申请建屋突然增加，无数房屋先后筑成了，一下子吸收了几十万外来的难民。我记得吕宋路、金莲云路有一块很方整的地皮，里边建了几十间商店，构造简陋，形似路边的摊位，只是四周的墙是用红砖砌成的。不过2月时间，各式各样的商店都开了起来，中间还简单搭了一个城隍殿，因此这个地方被称为新城隍庙。它吸引了无数善男信女来参拜，竟然车水马龙，香火鼎盛，逢到初1月半更是拥挤不堪。上海南市本来有一个城隍庙，又称义庙，范围极大，供奉的那位城隍是曾经对保卫上海对公的秦玉伯，他的塑像是根据他生前的画像塑的。秦姓子孙繁衍，我有一位同学是当时上海名医秦伯卫，就是玉伯公的后裔，故以伯卫为名。有一天我和秦伯卫这2人一同去参观那间新城隍庙，见到供奉的那个城隍非但与玉伯公的相貌不同，
而且不是塑像，原来是随随便便粗制滥造用木头雕成的。后来经过调查，才知道这个新城隍庙就是向来从事娱乐事业的小世界老板陆锡侯所建造，包办香烛的人全是上海一般黑社会中人。但是若干市民是盲目的，觉得租界能安居乐业，一定要向城隍庙膜拜还愿，所以这个新城隍庙的盛况竟也不输于盛平时期的老城隍庙。这时候许多贫苦人家只要肯走肯跑，都可以到四乡去走单帮，做五五交换，很多人家都成为小康之家。这些人有了钱之后，便想到要享受一下，常到菜馆去进餐。上海那时节高等菜馆很多，因他们不懂得点菜技术，所以都拥向较为大众化的本地菜馆。这一流菜馆有一个大致相同的名称，叫做老正兴。在极短期间，上海添了好多家新开的老正兴。本来上海有钱的人，因为战争爆发，地价飞升，房租高涨，他们便越来越有钱。第一种消费就是吃，于是新开的餐馆也很快增加起来，特别是粤菜。因为虹口失守之后，这一行的人都逃向租界，纷纷开设大大小小的粤菜馆。其中有一位粤籍大商家钟彪，本来在北四川路桥兔集资自建一家规模宏大的新亚大酒店。自从该旅店被日军占领之后，他就率领员工到租界中心来开设粤菜馆。他开的菜馆都有一个华字，第一家是京华，接着又有荣华、新华、美华等上海华字头菜馆，都是很够气派的。前方浴血，后方作乐。上海虽是孤岛，但是四乡来的居民越来越多，他们出进洋场，无非是先到大世界去玩玩，看看哈哈镜，许多人会笑出眼泪来。而且那时大世界百戏杂陈，应有尽有，门券只收2角小洋，可以盘桓一天。久居上海的人因为苦闷无聊，也要找娱乐，跳舞场越开越多。一部分小户人家生活困难，把清清白白的女儿多送进跳舞场当舞女。只是上海原有的妓院在抗战时期大大消沉下去，因为妓院的规矩多，消费大，不适宜一般人，所以妓院关闭的很多，好多妓女也转移到舞厅改操搂抱生涯。